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我是 Jasmine 小茉莉。每一次我们的频道都会有一个名言，就是一直在不停重复的在讲，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那适不适合自己呢？是要怎样去评断？其实我们可以用 budget 来做这个首要的条件，很简单。其实预算这个东西，我们要这样子看呢。你的预算假如是在10多万，可能15万上下，你想买一台电动车，有什么好选择呢？如果你想要买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luxury 的品牌，你不要看那种普通 brand 15万左右，其实有一辆车是不错的选择，就是我们今天开出来的这辆来自小鹏 XPeng 的 G6。XPeng 的 G6 呢，就在2025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升级款，可以讲是小改款。那这个就是升级款、小改款过后的小鹏 G6。那这辆车呢，在马来西亚有几个不同的 spec， 就像刚刚我讲的，从15万8千起跳就可以买到小鹏 G6 这一台 Sport Coupe SUV 的车型了。那这辆车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呢，其实就是我每天在开的 Tesla Model Y 啦。所以今天这一集影片大家一定要看下去，看到完你就知道，身为一个 Tesla Model Y 的车主，在体验一台小鹏 G6 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受伤啊。影片开始前就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70迈的 A810S。A810S 具备高清前后双摄镜头，它也是具备了 Sony Saris2 IMX678 的 chipset， 更大的光圈，从原本的 F1.8 升级成了 F1.7。白天的画面呢，也配置了70迈 My Color Vivid 的这一项功能了。晚上方面又有70迈的 Night O Vision 功能当然 A810S 也是有这个 GPS 的功能除此之外，也包括了 WiFi 6，紧急视频升级成了长抓取事故前的1到3分钟，而且它把里面的电池组换成了 Super Capacitor， 24小时 fucking 监控它都具备。点击这个影片的左下角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身为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 Rider ATS 频道跟 YouTube 就有联手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康的 Shopping Voucher， 只要点击影片左下角这个框框就可以到 Shopee 上面使用我们的 Rider ATS Voucher 购买全新70迈产品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啦 ，Let's go！ 小鹏 G6 这一台车呢，在小改款或者讲升级款过后它的价格只需要从15万8千起跳。那现在我们驾的这辆呢，是一个17万8千起步价的小鹏 G6 Long Range 版 Rear Wheel Drive 车型这台 G6 真的让我感到有一点伤心的是，我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高的续航里程。除此之外，这辆车 Jasmine 刚刚体验了过后还跟我讲，比我的车还更好坐来，你讲一下哪里好坐这辆车？首先，我现在是在按的摩，优点就是这辆车的椅子是有按摩功能，当然它也可以拉巴萨波，然后椅子的发泡棉会比 Tesla 来的更加软，可是我自己感觉还会比较小张一点椅子吗？椅子。我们讲感受得到的东西这个发泡棉是肯定比我的车来的软。我的 Tesla 其实开长途啦，因为我之前有腰伤过骑脚车有伤过腰，所以长途行驶的时候那个腰会有点不舒服的。好在是 Driver side 有 lumbar support， 可是 Passenger side 没有，然后长途行驶腰不舒服了嘛，想要舒展一下，用按摩椅功能这一台小鹏 G6 2张椅子都有按摩椅功能，可是我的车没有，而且价格还卖得比较贵。除此之外，我们讲体验刚才的是一个 Passenger 的体验，我们来讲 Driver side 的体验有一个最直接的体验感觉差异的就是冷气出风口了。我那台车的冷气出风口我不能手动调节，所以我在驾车的时候，我如果要去调这个冷气我要在 screen 里面拉，而且它很不直觉的，我不懂有时候怎样拉它都吹不到我，不懂是它的风比较小嘞，我就算开很大风也是一样，还是它就是很不直觉。手动调节虽然看起来比较传统，它没有这样 fancy， 不过这个才是好用的好吗？手动调节才是好用的，我喜欢手动调节。那这台车呢，最直接的还有什么差异？我们在车里面所摸到的所有 material， 我们的手会靠在门板上这边也会靠住还有门板上的这些大面积的软材质，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造工是很用心的，真的是没有在 material 方面跟你 cut cost。虽然它的价格比我那台车便宜，但是你得到的这些东西，它依然有保留在一个 premium quality，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赞，要给小鹏一个赞。尤其是这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我相信就是比较多人可以接受了吧。design 的东西，我们问女孩子女生你怎样看这个 dashboard design？ 你看这种木纹这种软材质，我喜欢木纹的设计，然后这个木纹它的部分也不会太多，就中间一小部分而已，整个 dashboard 干干净净，没有太多的色调去搭配，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看。Tesla 来讲的话，就真的是太简单了。Tesla 就是走一个极简
简风格，极简到没有设计，没有设计就是它的设计。这个你可以看到有这些 ambient light 还是很漂亮。然后这一台车呢，虽然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只需要我那台车的大概80%的价格，可是你买到的东西啊，我感觉更多啦。好像你看这个望后镜哦，是一个 screen 来的，它是一个荧幕式的望后镜，这一点很好。因为我自己的那台车，我觉得因为我的后面的镜子本身它就有一点暗度比较黑，然后我又有贴隔热膜，马来西亚没有贴隔热膜不可以啊，那辆车一定热死了，所以一定要贴隔热膜。我在贴了隔热膜过后，我的这个中间的望后镜啊，在晚上要看后面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只剩下一个20% 的这个透光度。这个是直接给你一个 screen 一个荧幕，它是用镜头来拍摄后面，所以整体的表现肯定是比我的车来的更加好。车顶也是有这个全景大玻璃啊，不过 Tesla 的这个全景大玻璃它没有配给你一个 sunshade 啊，你要自己花钱买第三方的或者买 Tesla 原厂的。小鹏它原本就有给你这个 sunshade， 这一点 good job。隔音表现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辆车比较便宜，这样隔音会不会做到不好？隔音表现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没有不好诶，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车里面拍摄，然后就算我们停在红绿灯旁边有车啊还是摩托的话，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摩托这样旁边咻经过，其实也是很安静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它的用料。这辆车它在 NVH 方面啊，真的是有下心思啊，有用心。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2个座位的这个玻璃方面啊，它是用双层夹胶镜，所以它会来得更加的隔音。除此之外，不是玻璃罢了，还有它的门板里面啊、dashboard 里面、防火墙里面都有放这些隔音棉的东西啦，所以会让这辆车开起来很舒服。然后再加上它的轮胎 Michelin Pilot Sport EV， 这个轮胎本身它的噪音就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的综合表现啊，真的不输我的 Tesla。所以我刚才影片一开始我就讲了，这辆车是我试驾过后有点 get 心的车，因为它更便宜，里程数更远，配置我们体验到的东西又不输我的车。讲了那么多驾驶体验，我们现在下车来看一下这辆车，它在外观方面，还有它的整体的 design， 还有空间方面是怎么样的啦。Let's go！ 那这一台车的外观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属于比较圆润、比较可爱型的，好像有点那种海豚的感觉。然后它前面也没有太浮夸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那这个 bumper 这边就有一些蜂窝网的 design， 很多车的设计这个蜂窝网啊都把它放在上面，但是这一台车不一样，它把它放在下面，所以它整辆车看上去就比较干净。这一个升级款黑化的这个 logo 从下面换来了上面，简单又好看。还有就是小鹏出了这个紫色，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应该很喜欢这个颜色。小鹏的这一台 G6 搭配的轮胎是一个255/45R 20寸的铝圈，然后轮胎方面没有随随便便给你那种普通胎啊，这个轮胎是来自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 EV，Pilot Sport EV 的轮胎呢就会给到你更好的抓地力，同时它又可以撑得起这一台车的重量啊，所以不管是在平时的日常通勤，还是周末你想要去跑山路啊，这个轮胎都可以应付得到。而且这个20寸的铝圈设计啊，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好看，它不像那种 cover 到完用一整块大 plastic 盖着就看起来很掉价啦，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真的是 sport rim 的感觉，很 sport 的感觉。那如果你买的是 standard 版本的话呢，铝圈方面将会是一个18寸的铝圈，它虽然变小了，好处就是它可以增加续航里程。这一台小鹏 G6 它的续航里程 WLTP 啊 ，WLTP 是属于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续航里程数啊，是525 km。这个直接就是赢完我的 Model Y 了，我的 Model Y 的 WLTP 才400多罢了，因为它搭载的这个电池啊，也是比 Model Y 来的大颗啦，所以确实会比 Model Y 来的更加高续航啦。然后车门把手方面啊，为了减低风阻啊，这一台车是有一个0.24 CD 的这个风阻系数，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车设计就像 Jasmine 刚才讲的，它比较圆润，然后车门把手是内收式的。不过这个内收式的门把手呢，它不是没有物理机械结构的，它其实是有物理机械结构的，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拉开来，它里面啊是有那个 mechanism 来把这个门打开来的，它不是用电动来给一个 signal 叫它开门，所以这一种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方式啦。车尾部分，因为这一台它是属于那种 sport coupe SUV 啊，也有一点像 wagon 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下压式的尾巴。升级款之前呢，我自己觉得它的屁股是有点怪，有点圆，太过圆了。但是这一次它在 bonnet 这里，它设计了一个小巧思，看到吗？一个小突出的压尾设计，我觉得这一个设计跟这辆车搭配起来变得更加的顺眼好看了。电动尾门当然少不了了，电动尾门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570多的这个尾箱容量空间，跟 Tesla Model Y 差不多一样，而且下面呢打开来还有一些储物空间可以用啊。不过它就多了一个好像 subwoofer 这样的东西放在旁边啊。这一台车有10多粒这个环绕音响的喇叭，所以音响方面刚刚我们有 try 啦，不过我们不能这样播给你听，因为我们的麦克风收出来的声音可能你们觉得没有太过特别，这个真的是要现场听，你就会听得到它的差别在哪里，确实是比我的车来的好听。
这个后座它的那个椅背倾斜角度，还有它的发泡棉哦，感觉那个跟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角度哦是刚刚好的，完全不需要调。就算要调也可以调，因为它这里呢有这个手动的这个拉杆哦，你可以调节它的椅背倾斜角度。现在我是已经把这个椅背倾斜角度调到最斜了啦，所以坐起来感觉怎么样？太棒了！通常这个扶手啊放下来，这个杯垫会在这里，可是它这个设计是你需要把它按出来，然后你可以把水放在这边。它是一个隐藏设计，隐藏设计的好处就是呢，当你把它收起来，它看起来会更加的干净，而且你的手放在上面不会有2个杯洞，怪怪这样子。这一个后座的扶手，我觉得是比我的车来的更加的好啦。而且还有一点哦，就是它的后座冷气出风口也是手动的，这一点也是要加分。太好坐了，是咩？有这样好坐咩？哇！哇，这个椅背倾斜角度是在好啊，而且我身高啊183减13啊，这个头顶空间是真的大啊，因为它是用这种全景大玻璃的方式嘛，所以它就不会有一层厚厚的吊布。而且小鹏很贴心哦，跟他们买车，它也有给你这个头顶的sunshade，这个是其他品牌车很少给的东西来的。我们来看一下 driver side， 刚才在试驾体验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嘛，它的 driver side 啊，其实我觉得是比我的车来的更加的多功能，也不是讲多功能啊，就是在我们操作的时候会比较顺手，包括它的排挡杆呢是在这里怀挡方式的排挡杆，雨刷方面啊，车灯啊都是集结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它比较像是一台普通车的操作方式，所以你从一台普通车可能汽油车升级来这一台小鹏的 G6 一台电动车，你没有什么学习成本。那我自己的车呢，没有怀挡，没有排挡杆，所有动作都要在荧幕上面操作，所以以操作逻辑来讲，这台车是零学习成本的，你跳上来你就可以直接用了，而且你跳上来也不用带手持的。这辆车呢，你只需要在手机里面有下载小鹏的 apps， 它就可以跟你的车联动，手机在口袋，上下车不用拿锁匙出来解锁，也不需要去 touch 门把啦，什么不需要，上车踩下刹车，打一下 D 档就可以走了。所以其实在我们频道啊，一直都有在强调，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如果你的预算啊刚好落在马币15万上下，我觉得小鹏 G6 这台车啊真的是值得你们去体验一下。你们一定要现场摸这辆车，体验它，去试驾它，感受，你才知道原来你可以花从15万到17万8之间，可以拥有一台配置那么好、功能性那么强大、安全系数那么高，而且驾起来又舒服的电动车。所谓的性价比啊，其实就是你可以用比同级对手便宜的价格买到超越同级对手的体验，这一点确实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做得到，需要给小鹏一个赞啊！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试驾小鹏的汽车，全马各地呢都有小鹏的展厅，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他们的车型，感受试驾一下。那如果你刚好是在新山 Johor Bahru 的朋友呢，非常简单，在 Johor Bahru 你去谷歌还是你去 Waze， 你打小鹏 Medini， 你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今天借到这一台小鹏 G6 的地方了啦。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把这辆车借给我们体验，我们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再跟小鹏Malaysia把这辆车借出去，做一个更加长途长时间的完整体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对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Z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